当我看清自己想成为谁，现实才开始跟上。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落定，是在我某一天忽然明白，原来我一直觉得人生卡住，不是因为能力不够，也不是因为机会太少，而是因为我从来没有真正看清自己想成为谁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以为自己很清楚方向，但仔细想想，那些所谓的目标，很多其实来自比较，来自期待，来自别人眼中的成功样子，而不是来自我内心真正渴望成为的状态。我想要稳定，却不知道那是为了安心，还是为了符合标准。我想要成就，却分不清那是热爱，还是害怕被忽略。我想要被肯定，却没有问过自己，如果没有掌声，我还愿不愿意继续走？于是我的人生看起来很努力，却总是慢半拍，像是现实始终跟不上我。其实不是现实慢，是我自己给了太模糊的方向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停下来，不再问我要得到什么，而是问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。那个问题比我想象中更安静，也更诚实。我发现我想成为的是一个内心稳定的人，一个不再用比较定义自己的人，一个愿意为喜欢的事负责的人，一个在选择里不背叛自己的人。那些答案没有标准，没有炫耀性，却让我整个人慢慢站直。当我看清自己想成为谁，很多事情开始改变。我不再为了证明而接下不适合的选择，我不再因为焦虑而走向不属于我的方向，我不再急着追结果，而是回头检查这一步是不是靠近我想成为的样子。这些选择一开始看起来很小，却像是在替现实画出清楚的轮廓，而现实终于开始跟上，不是一下子翻转，而是一种慢慢对齐的感觉。机会开始出现在真正适合我的位置，关系开始留下能够尊重我的人，事情开始往我愿意长期投入的方向发展。我不再每天怀疑我是不是走错路，我才明白，现实之所以混乱，往往不是命运捉弄，而是内在角色不清。当我自己都不知道想成为谁，世界自然不知道该如何回应我。而当我内在站稳，现实就不需要再试探。后来我才真正懂得，吸引力法则从来不是先得到再变成，而是先成为，然后得到。你成为什么样的人，就会走进什么样的现实。当我看清自己想成为谁，我不再急，不再乱，不再勉强，我只是一步一步活出那个样子。而现实就在我没有察觉的时候悄悄跟上来了。不是因为我追得快，而是因为我终于站在正确的位置上。当你愿意诚实面对自己真正想成为的模样，世界就会开始
配合你，走向那个版本。那不是奇迹，是对齐，是一种你终于没有在背离自己的时刻。你越能接受当下的自己，越能迎来想成为的自己。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安静下来，是在我某一天忽然意识到，原来我一直急着变成更好的样子，却从来没有真正好好站在现在的自己身边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对自己其实并不温柔。我一边期待成长，一边嫌弃现在，一边告诉自己要前进，一边否定此刻的状态。我以为这样才算上进，才算对人生负责。但那样的我，内在其实一直在拉扯。我越想成为某个理想版本，就越觉得现在的自己不够，不够努力，不够成熟，不够值得，不够快。我没有发现，我是在用拒绝当下的方式追逐未来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累了，累到不想再批评，不想再比较，不想再用应该鞭策自己前进。就在那个停下来的瞬间，我第一次非常诚实地承认，现在的我确实还在学，确实会害怕，确实会迷惘，但我没有因此更糟，我只是正在路上。那一刻，我没有要改变什么，我只是允许这样的自己存在，而这份允许带来了一个我从没想过的转变。当我开始接受当下的自己，我不再把能量花在自责与内耗上，我不再每天和自己对立，我不再一边走一边否定走路的自己。我开始有空间去感受，去理解，去调整。接受不是停滞，接受是让成长有地方站。当我不再讨厌现在的自己，我反而更愿意为自己负责。我更清楚哪里需要练习，哪里需要休息，哪里需要勇敢，哪里需要放下。我开始发现，那些我向往的特质，稳定、自信、温柔、清晰，其实不是靠逼迫长出来的，而是从被理解中慢慢浮现。当我接受自己现在的步伐，未来反而不再那么遥远。我不再急着跳到终点，我愿意一步一步走，而每一步都不再踩在羞愧上，而是踩在信任上。我才真正懂得，想成为的自己，不是某个必须取代现在的版本，而是现在的自己，在被善待之后，自然长出的样子。你越能接受当下的自己，越能迎来想成为的自己。不是因为你放弃进步，而是因为你停止内在对抗。而当你不再和自己对立，所有的力量才会站在同一边。那是一种你不再推着自己往前，而是被生命温柔地带着走的感觉。不是奇迹，是整合。不是突然变好，而是终于愿意成为自己的那一刻。而那一刻，正是改变真正开始的地方。你越能时刻与自己对话，越能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。
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有了重量，是在我某一天忽然发现，原来我一直努力经营人生，却很少真正坐下来，听听自己在想什么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习惯向外寻找答案，问别人怎么选，看世界怎么走，追赶流行的方向，对其成功的模板，却忽略了一件事：我从来没有确认那是不是我想要的人生。于是我越走越感到疲惫，越选越觉得失焦，不是因为路太难，而是因为我没有带着自己一起走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瞬间，突然感到一种空，不是失去，而是一种我怎么好像不在这里的感觉。那一刻，我第一次停下来，没有滑手机，没有转移注意力，只是安静地问了自己一句：你还好吗？那句话没有答案，却像是一扇门被轻轻打开。我才发现，我已经很久没有与自己对话了。不是责备，不是检讨，不是催促，而是那种真正想知道自己在想什么，在怕什么，在期待什么的对话。从那天开始，我慢慢学会时刻与自己对话。在做选择之前，我问自己，这会让我安心吗？在答应别人之前，我问自己，我是真心愿意，还是只是不好意思拒绝？在情绪升起时，我不再立刻压下，而是问，你想告诉我什么？这些对话没有声音，却非常清楚。我开始发现，自己其实一直知道答案，只是以前没有被允许说出口。当我忽略内在，人生就像在待办事项里前进，看起来有效率，却没有灵魂。但当我愿意在每一个当下与自己对话，人生开始慢慢对齐。我不再轻易迷失，因为我知道，只要回头听，方向就会浮现。我不再那么害怕选错，因为我知道，我会陪着自己一路修正。我不再那么羡慕别人，因为我开始理解自己的节奏。我才真正明白，与自己对话不是多想，而是一种照顾。它让我不再把情绪累积成爆炸，不再把疲惫拖成耗损，不再把不适合硬撑成习惯。每一次对话都像是在心里点一盏小灯，灯不亮，路就会黑；灯亮了，就算走慢，也不会迷路。而就在这样的过程里，我发现自己真的开始活成想要的模样，不是因为外在突然改变，而是因为我内在不再缺席。想要的模样不再只是形容词，而是一种状态，一种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也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安定感。你越能时刻与自己对话，越能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，因为那个模样从来不是别人给的，也不是未来换来的，
它是你在每一个当下，愿不愿意听见自己，尊重自己，陪伴自己所累积出来的样子。而当你愿意这样活，人生就不再需要你拼命去追，它会慢慢在你脚下成型。当我照顾自己，我也被宇宙照顾。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亮起，是在我某一天忽然感觉到，原来我之所以总觉得孤单、辛苦，没有人理解，不是因为世界对我苛刻，而是因为我一直没有好好待在自己身边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把照顾自己当成一种奢侈，觉得要先把工作做好，要先顾虑别人的期待，要先成为一个有用的人，才有资格休息，才有资格被理解，才有资格被爱。于是我把自己一次次放在最后，忽略疲惫，忽略情绪，忽略需要，忽略身体的讯号，甚至忽略心的呼喊。我一直以为，只要再撑一下，生活就会变好，只要再努力一点，宇宙就会看到我的诚意。但后来我才明白，宇宙要的从来不是一个把自己耗尽的人，他要的是我真心愿意照顾自己，愿意相信自己值得被照顾，愿意承认自己的需求，愿意把自己放回生命的中心。直到有一天，我被一种深层的疲惫拉停，我什么都不想做，什么都推不动，什么都无法再假装。那一刻，我终于明白，我不是需要再努力一点，我是需要回来找自己。于是我开始学习，什么叫照顾自己？不是买很多东西，不是逃离所有压力，不是把世界拒在门外，而是很诚实的吃饱睡好，让身体知道它被重视，让情绪知道它被听见，让心知道我没有离开它。当我第一次在崩溃前的第一秒就允许自己停下，当我第一次在委屈的当下承认自己受伤，当我第一次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愿意开口，生活开始出现不同的回应。我发现，我越照顾自己，外界越温柔，我越尊重自己的界限，别人越尊重我，我越愿意停下，机会越准时到来，我越愿意说真话，越能遇见真心的人。就像宇宙早就站在旁边，只是等我愿不愿意先站在自己这边。我才明白，宇宙不是在外面，宇宙的力量是从我对自己的态度开始运作。当我善待自己，宇宙就用同样的方式对我。当我忽略自己，宇宙也只能按照我发出的讯号，让世界反映出被忽略。那不是惩罚，那是频率。我越能照顾自己，我越能成为一个稳定的人，清醒的人，愿意爱的人。而宇宙就在我这样的状态里开始安排，开始靠近，开始支持。不是因为我变得完美，而是因为我终于成为一个愿意接收的人。后来我才真正懂得，照顾自己不是离开世界，
而是为了更完整的与世界连结。当我照顾自己，我也被宇宙照顾，因为我终于把自己的心放在一个能够被爱、被回应、被支持的地方。那不是魔法，却比魔法更真实。你越能尊重自己的步调，越能迎来真正属于你的道路。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变得温柔而坚定，是在我某一天忽然意识到，原来我这一生的匆忙，大多不是因为时间太少，而是因为我总以为现在这样的速度不够好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把别人的进度当成自己的标准，看着谁先成功，谁跑得远，谁又在人生里大步向前，我就开始焦虑，开始怀疑，开始觉得自己落后，仿佛人生是一场比赛，慢一步就意味着输。我没有发现，在那一种急着赶上的心态里，我一直在消耗自己。我走得越快，越不知道自己在往哪里走。我追得越用力，越是离自己越来越远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累了，累的不是身体，而是那种深层的，我再也不想照着别人的节奏活的疲乏。我第一次停下来问自己，如果我用自己的速度走，人生会变成什么样子？那不是逃避现实，而是一种久违的诚实。于是我开始练习尊重自己的步调。当我需要停一下，我就停；当我需要慢一点，我就慢。当我还在消化情绪，我不再逼迫自己立刻前进。当我准备好了，我再往前跨出下一步。这样的调整，在别人眼里也许微小，但在我心里，是一种深深的释放。因为当我第一次不再跟别人的速度比较，我忽然听见自己的节奏，那是一种不急不慢，不吵不闹，不骄不慌的频率，像是在说，你走你的步，你会到。而就在我尊重自己步调的瞬间，很多事情开始改变。那些原本让我觉得迟到的机会，在我准备好的时候刚刚好出现。那些原本以为错过的方向，在我更成熟的心态里，反而变得更清楚。那些过去不理解我的人，慢慢在我的神稳中，开始看到我真正的力量。我才明白，有些路必须慢，才能走得深；有些成长必须停一下，才能长出根；有些答案必须等，才能自己浮现。而那些我以为跟不上的地方，其实是在提醒我，那不是我的节奏，也不是我的道路。尊重自己的步调，不是拖延，不是逃避，而是一种我愿意走对的路，而不是快的路的成熟。当我越能尊重自己的步调，那些本不属于我的方向，自然逐渐淡出，而那些真正属于我的道路，反而越走越亮。因为宇宙看重的，不是我跑多快，而是我是否正在走向真正的自己。后来我才真正明白，人生最怕的，不是走得慢，而是急急忙忙走到一个根本不属于自己的地方。你越能尊重自己的步调，
越能迎来真正属于你的道路。因为那条路不是你拼命追来的，而是你慢慢站稳，慢慢靠近，慢慢长成的。它会在刚刚好的时间，刚刚好的状态，以刚刚好的方式向你敞开，而你只需要走在属于你的速度里，就能抵达。当我理解自己，我的世界也理解我。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沉淀，是在我某一天忽然明白，原来世界对我的态度，往往只是我对自己态度的映照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觉得世界复杂、难懂、冷漠，觉得别人不理解我，觉得事情总是和我的期待擦肩而过，觉得命运像是故意跟我作对。但那时候的我，其实也并没有真正理解过自己。我不理解自己的脆弱，所以别人一靠近，我就觉得被看轻。我不理解自己的需求，所以别人的距离都让我觉得不够。我不理解自己的情绪，所以世界的一点变动都能让我整个心翻覆。我不理解自己的渴望，所以我总觉得生活没有给我想要的。不是世界对我不好，而是我没有站在自己这边。我以为我很清楚自己，其实我只是清楚我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，却不是真正的我现在是什么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一次莫名的情绪崩溃里，终于愿意停下来，而不是硬撑着扮演坚强。那一刻，我第一次不是问为什么又这样，而是问你到底在痛什么？这句话不是责备，不是抱怨，而是一种我愿意靠近自己的态度。也就在那个瞬间，我听见了心里那个被忽略很久的小声音。它没有戏剧性的答案，但非常真实。它只是说，我真的好累。那一刻我才懂，原来我从来不是不行，我只是被误解太久，而那个误解竟然是来自我自己。于是我开始学习理解自己，我开始留意我为什么会生气，生气的背后是不是有被忽略的需求。我开始留意我为什么会害怕，害怕的背后是不是藏着想被看见的渴望。我开始留意我为什么会焦虑，焦虑的背后是不是有我不敢承认的期待。每一次理解都像是在心里点亮一盏灯。当我越理解自己，我的反应越清楚，界限越明确，选择越轻盈，世界就越不容易误解我。因为我不再模糊，不再用矛盾的讯号面对人事物。当我理解自己，我知道什么该拒绝，什么该珍惜，什么该调整，什么该放下。我不再期待世界替我做内在的功课，而就在我越理解自己时，世界真的开始变得温柔。人们开始以我真正需要的方式靠近，事情开始以更贴合我状态的节奏发生，选择开始以更符合我本质的方式显现。我不再觉得被误会，因为我已经不再误会自己。后来我才真正懂得，世界是镜子，宇宙是回音。
人生是我内在状态的延伸。当我理解自己，我的世界也理解我，因为我终于用我渴望被对待的方式对待了自己，而世界只是在回应我给自己那份最真诚的对待。那不是魔法，却比魔法更稳固，是一种从内在生出的清晰，也是一种我终于愿意站在自己这边的开始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